专案关键时刻，我是钟道和。今天全世界投资人他们恨死川普了，为什么？你今天出来讲，也没有把话给讲得非常的明白，也没说要停战，结果你就结束了。结果这结束之后，造成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全球的股票大跌，跌了非常多。那油价又慢慢上升了起来。那你以为川普是无心的吗？没有，我跟你讲，这就是川普的目的。当油价往上飙的时候，这就是川普想要的，因为他要靠这个事情赚得盆满钵满。因为我们今天拿到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这是美国投行所做的数字出来。他说，光是这2周以来，这一些油商他们是躺着赚，因为高油价的关系，他们赚了50亿美元，相当于台币1600亿元。好，这张图最有趣的是什么？是如果你今天油价是100块的话，维持100块的情况之下，你一年可以赚到1600亿美元这么多，相当于台币非常多，5兆。你等于一年在高油价可以赚5兆，那你美国不就削翻了吗？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川普不仅能够去获利，他更能去控制。今天彭博社给我们一张图表，他说原来他让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之后，出口量变得非常多，但是只有一个国家完全被封死，就是中国。1月、2月、3月，它的出口量竟然是0，等于是说，现在对于川普来说，就是我一边赚大钱，我一边在绞杀中国。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台湾学院黄进平，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松哥，我刚刚讲，今天大家都气死了，川普出来讲，你也不说停战，原来他满脑子在什么？油价涨。关我什么事？反正伊朗的油也不关我的事。我美国现在可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国，当今天油价一涨的时候，我可是削翻了。我刚刚说，美国投行算出一个数字，如果你真的一直维持100块1桶的这个原油的价格的话，美国的油商躺着赚，可以赚5兆台币。没错，今天早上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川普的讲话，就他一讲话完之后，全球股市跌了，那油价在涨了。你想说川普在搞什么东西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宣布说，我未来到了2到3周之内，我准备对伊朗进行猛烈的打击，把他们打回石器时代，这是他们原本应该在的地方。然后同时他还说什么？那个荷姆斯海峡，美国完全不需要。他说什么？我们美国现在原油已经超越过俄罗斯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总额。所以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原油涨对我们美国也没有什么意思，没有问题啊。对我们美国本来就是石油产最多的啊。对。然后荷姆斯海峡有需要的人自己去吧，你们自己去管你们的荷姆斯海峡，我不管这么多。所以他倒霉是谁？需要荷姆斯海峡倒霉了吧？对。他不管嘛，那谁最需要荷姆斯海峡？中国。中国嘛，那油价没油啦，油价往上升来说，他说美国有啊，美国有原油，美国不会遭殃，谁会遭殃？最需要原油的，谁最需要原油？当然是中国嘛，所以才说中国这一次在演讲过程里面来说，其实默默的又变成了重伤的一个人。好，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就是美国现在可以无限制的动用，就是他已经跟这个委内瑞拉签的这个优先采购权，你委内瑞拉石油由我们美国来分配嘛。你知道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的出口量是大幅的增加。我们以这个表来说的话，你看。这从去年的这个12月、1月、2月到现在为止，你看从这个500多万桶一直往上升，你看升了这么多，升了约莫是这个一天是89万桶，升了这么多，就没想从52万升到89万，结果你知道美国从原本的12万升加到31万，升了这么多，那你看中国196，从原本这个约莫是一天是19.6万降到0，没有了，没有了，所以等于是中国没有了，中国现在没有委内瑞拉油，好，那我问你，它现在有没有伊朗的油？当然没有。对啊，所以说压力非常大嘛。那甚至你看，美国不是这个所谓中国问题委员会不是在弄了一个图吗？就说你现在这些了，就是过去几年的时候，你用引资油轮跟这些国家从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买了很多油，这么多的这个状况。所以他现在准备要制裁这些东西，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从2025年最大宗是什么？就是委内瑞拉跟伊朗。对，如果今天这整个断掉，你完全没有用了。对啊，所以我就是跟你说嘛，这一次这个作战里面来说啊，石油涨，事实上
这个川普也说了嘛，只要我这个撤出来，战争结束之后，油价自然就会回落啦，油价回落，反正他对于油价涨跌并不是很在意。这就是川普最想要的。你油价涨完之后，我美国早就削翻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讲，事实上对美国来讲的话，这个某些程度来说，还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在加州，你看这个画面有吓到，加州现在什么？川普说给我钻。你就是给我钻，因为现在能赚多少是多少，那个赚翻天的。对，没错。实际上，川普上台之后就一直说，叫大家要钻，对 ，drill baby drill，就是你们尽量钻吧。但问题是没有人要钻，为什么？因为造很简单，因为油价在低档，油价今天在50块的时候，我干嘛钻？对。但油价今天在100多块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我当然开启嘛，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看。原本在加州的外海有一个这个专油平台，对，就专油平台，这里面他们已经挖出来，大概有每天可以生产6万桶油哦。就没想到，因为前一阵子被这个所谓环保人士抗议什么，就现在油价高涨怎么样？他们现在就解除禁令，我们现在需要油，所以你看每天就开始有油可以出来。那因为这11年的时间里面都被这个环保人士一直抗议，这11年在这里面守了40个人那边留守。每天在看着这个机器生锈，但是现在终于可以把它油冒出来了，所以他们现在这个油就可以出来的一个状况。而且你可以看到，这11年内这一些这种加州的硬汉，对，等那么久，现在回岗位之后，很多硬汉当场痛哭，对，这就是我要的。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做到分红嘛，对，一天6万桶，其实价格也不少哈。那我跟他讲。对美国来讲，这就是一个专油平台的增加。对，那你看，这是这个媒体去报道了一个专油平台的这个专油平台。好，那我们就跟他讲，那这油价来说，到底对美国这个受益多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这个 Jeffrey 他的投行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报告。对，川普之前不是就说吗？油价上涨意味着我们赚的盆满钵嘛。对，你说到底是真还是假？哈，我们就是讲美国的这个石油产业、石油的公司，在油价是62块的时候呢，他们一年大概可以这个获利，大概这个营收是782亿。对，然后这个70块的话是98.6亿，然后75块的话是1109亿，到了100块的话，现在已经100块了。对，他们可以到1620亿。1620亿美金来说的话，赵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乘以32的话，简单来说，他们一年的营收可以5兆台币这么多，而且它是什么？躺着赚。对，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高油价，我就一年赚5兆。从62到这个所谓的这个100的中间来说的话，他们可以多增加634亿美金的这个收益，所以等于对他们来讲的话，哇，高油价对美国根本没有伤害，因为这些钱我们还可以赚更多。所以来说，那谁会倒霉？当然就是买油的人倒霉了，所以在中国显然就是其中里面来说受伤最惨重的国家。好，另外一个，我们不是在我们这个关键时刻就讲吗？这最近几个月，那全世界股市在跌吗？对，委内瑞拉股市狂喷到不行啊，喷到不行哈。那事实上现在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就说什么看好委内瑞拉的投资者抢先布局，无惧潜在的风险，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到委内瑞拉去开始钻啊，开始做更多的这个商机。那尤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那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就说，你这个马杜洛是我们美国要制裁的名单，你很多委内瑞拉高层都是我们要制裁的名单，这样一个状况。就美国最近宣布说，他们把罗德里格斯呢移出这个制裁名单。那谁是罗德里格斯呢？罗德里格斯就是现在委内瑞拉的总统嘛，对，代理总统。他说 OK， 我们把它移出了，移出来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跟你委内瑞拉维持更好的这个关系。所以他现在美委这所谓的合作，这种信任感是他又加深了。对，没错，美国接手委内瑞拉石油。然后呢，委内瑞拉来说话，委内瑞拉卖出石油的这个收益呢，会买美国制造的商品。对，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嘛，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看这个他在出手就说了，委内瑞拉跟华府达成了石油协议的所得款项，都来全面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所以呢，委内瑞拉我们刚才不是说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它不是变很高吗？对，暴增。那这些钱呢，又来买美国的商品，它又回来了。对，所以那好，那我们又可以再投资委内瑞拉石油，所以那这形成了委内瑞拉石油跟美国产品的一个闭环效应。这个有点类似在1970年代，当时呢，这个美国保护沙特阿拉伯就是这样，我保护你，那你买美国我们的武器，买我们的美债，然后我们再去保护你，然后你再去用这个石油再来买，就这样一个循环。他现在这样看起来，川普他又削翻了。对，他在委内瑞拉卖越多，我越爽啊。是没错。那事实上我跟他讲啊，他现在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演讲说我们没有要这个委内瑞拉，我们没有要拨这个伊朗的石油，但是我跟他讲，
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达成类似这样的协议。对，现在伊朗的高层，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想清楚，川普要的就是这样。对，你赶快跟他达成协议。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协议完之后，委内瑞拉跟美国他们是因为一种能源的结盟。对，没错。能源结盟之后，虽然说什么油价变得比较贵，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是要去买单的。对，没错。我讲，现在是世界上各国来说的话，都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你看今天川普在这个演讲会不是就讲吗？他说。我跟他讲，如果大家没有石油的话，我给大家2个方式。第一个，来买美国的石油；第二个方式的话，你就自己到荷姆斯海峡去拿吧，去挖宝，去拿吧。所以呢，2条路。好，那家有了，现在英国啦、法国、日本他们会选择一条路，或许他们会真的去护那个委内瑞拉，护那个荷姆斯海峡。对。但是台湾呢，我们能够去护吗？没办法护，怎么办？拥抱美国嘛，所以呢，事实上台湾现在就要拥抱美国。我们现在不是跟美国达成个协议，我们要开始买它的 LNG 啊，买它的很多石油啊，对，我们要这样做。另外，公司也看到这个状况，谁看到了？台塑啊，台塑他现在就说什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中东石油的比例把它降低，我们要多买美国的页岩油。对，他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做？同时之间，他还加快在美国的布局。那为什么要加快美国的布局呢？我跟他讲。台塑它主要做的是乙烯，乙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塑化的原料。那乙烯来说有2种炼解的方式，一种石油，另外一种就是页岩油气。那页岩油气做出来的乙烯，你知道比较好，纯度比较高，而且占的比例比较高。所以它等于说，那这样好了，那现在美国的这个页岩油气起来了，我为了我的安全来说，我当然就拥抱美国。所以你看台塑就转了方向，它也开始去拥抱美国。这就是整个方向在转变。你看，不只是台湾，我们整个国家，我们就连台塑公司，它也都往美国去布局。那你说只有台塑会这样做吗？不是，很多公司都会这样做。所以等于是拥抱美国的页岩油气，变成是未来一个重要方向。可以看到，在台塑之外，你可以看到荷兰也去了，加拿大也去了，泰国了，韩国的，对，大家都已经过去了。对，所以我才说，在这一波的美伊战争里面来说，谁是最大赢家？美国的石油企业者，还有美国的天然企业，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中东还是很危险啊。对，我跟他讲，现在我跟他说了，他说我没有把这个，我没有要这个真的占领伊朗，对不对？他或许就说，我过一阵子我就结束战争。但结束战争之后，伊朗搞不好没被他打死，伊朗还是可以每天在那边骚扰中东国家。你觉得中东的有可能随时都会断啊？出来的时候，我美国又赚翻了，随时都会断。我跟你讲，随时都会断。大家会担心，所以会变成怎样？我跟你讲，大家未来不敢那么依赖中东石油，因为伊朗随时都有可能攻击。你说很简单，我只要一个无人机出去就可以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封锁了。美国没有管的话，所以那川普就留这一手，反正我不管荷姆斯，你赶紧 key。那荷姆斯我不管的时候，油价就有可能会升，油价升的话，谁最受益？我又学翻了。对啊，我就说2条路，你赶紧去搞，不你走到 B 狗。所以我就跟你讲，川普其实都已经盘算好这个状况。好，那我跟他讲，现在谁最尴尬？当然是中国啊！为什么中国最尴尬？我们不是就说吗？他这被制裁的国家，你看这个去年的油里面来说的话，伊朗、委内瑞拉油都没了。对，俄罗斯有，事实上俄罗斯是偷偷卖给他们。对，另外一部分委内瑞拉现在就没了，这个归零嘛。对，所以我就说，他现在没有从委内瑞拉来，那他现在只有两个方法，一个从中东运，对，荷姆斯海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这样的状况；另外就是从俄罗斯、中亚这边运过来。他这几天不是跟土库曼怎么样，要了很多东西吗？好，不过你看现在荷姆斯海峡被封，出不来，所以怎么办呢？他现在怎么办？他现在就只好自己去护。或者自己打电话给伊朗说你让我的船翻这个，让我们放行那个状况，所以就变成这样。他不是也都逼的要去跟美国买油吗？而且我们一直之前讲马六甲有中国的马六甲困境在上面，现在荷姆斯已经被封掉，是他在控制你的马六甲化。对，你中国真的不用玩了。对，所以就是说你越依赖这条线的时候，事实上你看中国60%的这个贸易，还80%的都经过马六甲的运输嘛，美国要随时控制这个也非常容易，所以才说目前为止来说，变成是你的能源线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之后，更是让美国看得清楚，其实是你中国的能源线相当的脆弱，我要断你的能源线，随时可断。国文哥，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今天川普故意没有把话讲死，也没有说要和谈，也没有说要中战等等，因为油价涨比什么都重要。那你说，你觉得伊朗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是要去打伊朗？原来打伊朗是为了去广告美国，它的能源有多强，能源是有多强势。你说从一个地方完全就可以看出来。委内瑞拉，我们曾经以为委内瑞拉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马杜罗抓完之后，可能那个地方非常乱。但你说现在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
美军就在这个地方罩着你的。所以现在聪明的人看到这场战争，已经赶快先跑去哪里了？跑去委内瑞拉。这几天都发生的事情，包括像纽约这个叫西格兰的一个风险顾问公司，专门跑第一棒，就是到处去评估说，带着投资人评估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新的机会跟风险在？所以他带55个人哦，跨国家，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还有哥伦比亚，还有欧洲这些人去跟委内瑞拉新总统对谈。罗德里格斯，对，他对谈的是什么？这里有没有商机跟机会？都跑第一棒嘛。而且过去还有存在一些担忧问题。重点是制裁，那这个很重要。美国如果愿意解除制裁，这个地方就有希望了。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美国现在是委内瑞拉政府拥有影响力的后盾，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是这个国家的安全没有问题，因为全世界最强的美国人已经成为他的后盾了，所以不止他去，所以这也很难怪为什么华尔街今天他还抛了一个新闻出来，他说看好委内瑞拉的投资者抢先布局，无惧潜在的风险。他说什么？他说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的他们的首都，除了石油之外，是各个国家都在这个地方来驻扎，他们在招商了。现在商人到处都已经飞到加拉加斯去，到处探机会了。虽然很破败，可是商机无穷。你看到这个是叫 GCG， 它其实是在纽约的财务咨询公司、风险公司、财务公司。他也去考察，他考察什么？以后这里有没有机会？然后过去我也没去过，但是现在有没有新的人脉网络可以建立？开始跑第一棒，莫肯提尔的公司是哥伦比亚的公司，他做什么的？矿业跟能源。他现在怎样的？这个主席德华多也是董事长，他现在是我们都要去实地考察当地的商业机会，因为为什么？美国在后面做后盾。对，讲罗德里格斯的制裁已经被拿掉，我们也看到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量变得非常大了。我们也看到他说委内瑞拉赚的钱就要去买美国的商品，所以大家都嗅到这个商机，绝对会开放的。对，所以接下来的所有的钱，这会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样貌。解除制裁对委内瑞拉、对美国能不能开采委内瑞拉石油是非常重要的哦。他现在解除了，包括罗德里格斯，他担任董事是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还有这个他的子公司叫做希特哥石油公司。对，这是什么样一家公司？你知道吗？早年美国跟委内瑞拉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他在美国是有炼油厂在这个地方的，而且人家还有加油站，还有销售通路。对，好，到2019年的时候，他怎样？因为委内瑞拉老是恐怖主义嘛，所以就美国把他制裁，制裁之后不准怎么样？他赚美国赚的钱不准再汇回委内瑞拉，避免去支持恐怖主义啊，或支持美国不想做的事情啊。对，接下来美国还打算拍卖掉它，你知道吗？开始招标说，美国这些石油公司，你有没有兴趣？你要不要把它给标走？好，现在美国解除它的制裁，代表什么？以后委内瑞拉这些石油通路会让你恢复。接下来委内瑞拉石油卖给美国，你是可以赚到钱，然后汇回委内瑞拉，或者是你可以在美国买东西，再回去建设委内瑞拉，都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完美的闭环。重点是这些国家的人可以分到美元，他们就回到什么？在40年代、1940年到1980，那个富有的委内瑞拉要回来了。用台湾人听得懂的话，就是南美洲的汶莱就对了。汶莱有没有很有钱？对，当年是多有钱，现在还是很有钱的。委内瑞拉当年就是南美洲的汶莱，都是石油大亨。所以这个制裁解除，加上美军当他的后盾，你要不要去找商机？当然找商机，当然要。那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石油产量就开始咚咚咚就挖起来了，因为商人带着钱去，带着皮包去，一定里面都是钱嘛，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投资，把石油挖起来卖过去，所以现在的出货量已经创下6个月的新高，而且3月份已经破100万桶了。韩国不是不见90万吗？人家1个月就100万桶了，而且接下来还会更多，而且多到会让你吓一跳。好，为什么要挖到非常多？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川普他不需要伊朗的石油，他需要委内瑞拉石油。这个故事是这样，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就划了一个说石油管理区，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叫做它的地缘政治的风险，它把美国分为不同的区，然后去确保说每个地方的石油来源是不是安全的。所以他划了一个叫 PADD3，叫第3国防区。这个地方在德州这个地方，那德州本身的石油产量也很大。
那他就在这里盖了非常的炼油厂，避免被人家偷袭啊。对那时候二战的时候其实是打炼油厂的，那靠近哪里？靠近委内瑞拉，所以他那时候大量的石油是从委内瑞拉弄过来的。但1940年到1970年来是高峰，你知道吗？所以整个美国这里的炼油厂，用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整个墨西哥湾的炼油厂，有艾克森美孚啊、道达尔啊这些。希特哥就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有炼油厂的。对，那我们的台塑在这个地方，它这台塑美国在这个地方，它是全世界最大炼油中心。可是它偏偏是为委内瑞拉石油而生的，为什么？它当年就靠近它，对，然后为了国防安全，它每个地方的石油来源是有划清楚说，我用加拿大的，我用这里的，我用谁的？这个地方专门就是为委内瑞拉的，所以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是产油国，对不对？对。可是美国到现在还在进口什么种植的原油，每天要进600万桶来精炼。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自从委内瑞拉被制裁之后，它不能进口种植原油。可是这些炼油厂为了委内瑞拉而生的，那要怎么办？你只好进口别的地方啊，沙特阿拉伯也有，中东也有，加拿大也有，它只好进口这种油来炼。如果解除制裁之后，刚好最近的地方不是刚好可以输送过来，对，可以解决什么？川普最麻烦的问题嘛。所以德州的这些炼油厂原本就是为委内瑞拉而生，但是因为两人撕破脸之后，只能从国外进。现在两人和好之后，德州又要重生了。重生之后，川普又要赚钱了。川普又要怎么样？他又得到选民的青睐了。我又赢了，是这个意思。没错，而且两个国家都会赚大钱。就我说的嘛，委内瑞拉当年多风光，现在就会像以前那么风光。金平哥，美国车不是要进来吗？就进来之后，你看到美国车的最大销售员是谁？我仔细盯近一看，古立言。你没看错，真的是古立言。AIT 的古立言变成最佳的销售员。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昨天4月1号，大家都以为愚人节的玩笑吗？其实不是，是这个福特汽车在台湾的他们的这个总代理他们直接在宣布他们的这个福特汽车，因为福特旗下有它的一个这个 Ford 野马 Mustang， 它是等于唯一在台湾的美制车。而这个时候呢，他请来了一个代言人，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对，古立言当然到了现场出席他们的这个发表会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的说：“哎呀，这个台美经济对等贸易协定啊，这个随着这个双方的推动跟供应链的整合之后，未来像这样的一个美制车啊，来台湾扩大这个在台湾的这个美制车的这个市场啊，然后可以帮这个台湾跟美国两边创造更多的经济优惠。”我看到那个我吓死，每一台减了20万。20万以上的，它的售价大概都要便宜10%、11%左右。那你光是看这个福特的这个野马，168.9万少了这个21万，大概降价11%。那像这样的一个它的车款213.9万，那也降价了23万，大概10%。还有233.9万也降了26万，降了10%。那预接单价呢，几乎200万有找，不管是197.8万，还是181.8万，也是一样，都是10%到11%。对，甚至消费者喜欢的话，你像看到这种车啊，它几乎都有很未来感、很现代感。那也是看起来你就知道像美制肌肉车的一种代表，都会觉得这些车真的要这个来台湾，然后而且降价幅度还算都几乎在1成上下这么高吗？你光是看他在跑的这个扭力跟马力，还有他们之前那个赛道，他们之前在赛道的这个影片给大家看。那有些甚至会提供那种特殊的颜色，它的那种特别车色，像这种 blue 的颜色，它这种是一般福特野马 EcoBoost 它的一个限量的颜色，有点特殊蓝。那而且他看到它的这个内装，都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美制车啊，跟以前在有些车迷他在美国会看到的那种它的那个内装啊，几乎没什么两样，因为整个就是福特在台湾唯一的这个美制车。那甚至这些美制肌肉车啊，它强调的是可以7秒到10秒内的这个冲刺。而且我觉得里面最猛是什么？它的引擎竟然7秒可以冲刺，所以我刚刚就说有柏林赛道7秒到11秒它可以冲刺。刚刚我还看到有一段影片是5.5秒的这样的冲刺的速度，都让大家觉得说喜爱经典的这个美式车速然后或者是这个 V8的这个声浪，你应该就会喜欢这种车，尤其它是
特种的这种颜色，对甚至因为现在台湾讲究安全嘛，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车门拆完之后，连车顶都能拆，是，而就变成什么？1秒变成吉普车的味道。所以这种吉普车也让很多喜爱这个台湾，比如说要去这个登山或露营的，或者是往野外的这种适应山岳性能的这个吉普车，它就是可以这个去把它的车顶拆开来，甚至它可以有一种多功能的这个车型的微调。它在它的仪表板的旁边，它去控制它的那个地形、它的坡度，它怎么走。以前我们在讲说跑步机可以设计人在运动的时候的坡度，其实连车辆现在越来越数位化也可以。那不只是福特的，刚刚我介绍了几款了，它的车已经在抢占台湾的这个车市啊，还有包括我们台湾所熟悉的宾士车。所以这一次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美国车进来之后，我们看到 AIT 的鼓励员上去站台之后，真的让台湾的车市完全不一样了。没错，为什么？宾士什么？德国产，是德国的。那现在你说德国车也要降价，宾士也要降价，也要来杀了。当然，你看到美制车大举进攻，你就会想到，当宾士车他也不会想要把这个宝座让给人家。可是我们在台湾想到宾士车都是高单价的，都是200、300万以上的。你要买宾士车，大概200万以下的不容易买得到。这个汽车进口零关税的话，结果他这个定价，他看好200万以下的豪华车市场。还有什么187万？187万就可以买到。现在这一台，我看它的不管是外表或者是内装。这么高级，你看到200万有少？你看到它的 CLA， 它的宾士车，它有说它的这个电车是187万，油电同价。更重要的是，它跟这个 NVIDIA 结合，辉达的晶片就在这一台宾士车上面。为什么要讲 NVIDIA？ 因为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强调安全。那时候黄仁勋还亲自上了这一台车，对，自动驾驶的。那如果你在开这种车的话，开到路上的时候，一般东西滚到了路上，或是突然有小孩子冲出来，或是一般路人，我们现在台湾很讲究这个行人的这个安全。这个时候 ，NVIDIA 的晶片就在你提供你安全的设计，让你在 NVIDIA 系统上，它可以侦测到路边的功能，包括那个三角锥放着，或是有功能在旁边，或是有人站在旁边，或是有东西丢出来，或是有小孩冲出来，它全部都可以侦测到。而重点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售价在200万元以下，又搭载的这个辉达的系统。你觉得很多车迷或车主听到了不会心动吗？所以我就说美制车大举进攻，现在连宾士车啊都磨刀霍霍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犀利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